服务评分全集团第一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像报表上写的那么好。你好，麻烦再给我一包番茄酱。先生，您已经用完餐了是吗？对，就想再要一包酱。我们店新规，第2包番茄酱10元。多少？10元。优质番茄浓缩精华版，富含血红素，吃了能变美。那我不买了。哎呀，不至于吧，大哥，10块钱都舍不得。吃不起番茄酱就蘸口水吗？免费的，管够。行，蘸口水，省钱。有意思。第2包酱10块钱。KG 旗舰店经理苏曼，3分钟，我要他的全部资料。绩效第一，苏曼这个店长很有潜力，可以考虑提拔。潜力。我想问一下，第2包番茄酱收费10元，这个规定是谁定的？当然是店里规定的。怎么，还要我拿出红头文件给你看 ？KG 全国统一标准，番茄酱一直是免费的。你看清楚，这里是旗舰店，不是路边摊。消费不起可以去街边吃炸串，别来我这儿要饭。穿成这样，一看就是马原吧？格子衫，背着包，标配。马原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吃不起番茄酱的马原还挺少见。谢谢。不要。你刚才干了什么？我定的规矩，你敢破？苏经理，就是一包酱。好，很好。你只是个打工的，还挺会做主啊。我没有。浪费一包酱也得给我10倍赔偿，就从你工资里扣。够了，10倍赔偿钱，多的算小费。哟，马南大哥还挺豪气啊！刚才不是舍不得10块钱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林初安。林初安，记住了，谢谢你。苏曼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那个会心疼实习生会给顾客免单的苏曼去哪儿了？查苏曼，从他入职到现在所有的记录，越细越好。招牌越亮，心里越虚。去 K 集团总部。苏曼刚才那个表情，打人的时候，他以前都没眨一下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是变了，还是我以前看走眼了？周总，结果出来了，旗舰店半年业绩全集团第一的背后，全是见不得光的手段。说重点。苏曼私设了大量乱收费项，番茄酱10元，餐巾纸10元，甚至白开水也要收5毛。仅这些杂项，每个月就有数万收入。哼，难怪我多要一包酱，他像要了他的命一样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大肆克扣基层福利，餐补降了一大半，交通补贴全扣，是连节假日福利都要求员工自愿上交，谁不交就给谁穿小鞋子。他拿了多少？上季度奖金30万，而他手下的员工月薪只有2800。30万，他还记得自己当初是什么样子吗？别哭了，姐姐再给你送一杯好不好？我给他的优秀店长选拔机会，竟然成了他压底层的屠刀。周总，要现在查封那家店吗？不，证据全部固定，我要回去亲眼看着他在那张亲手织的谎言网上自己摔下来。只有剔除吃不起番茄酱的低端顾客，旗舰店才能真正实现高层阶级的社交闭环。社交闭环，这就是你现在的目标？没事，别慌，实在抱歉，希望这杯热茶能让您心情好一点。你为什么愿意自己承担损失？因为 KG 不只是卖餐饮，更是卖一份关怀。苏曼，我给了你飞上枝头的时间，
你却用它来打造囚禁尊严的牢笼。既然你已经忘了怎么做人，那我就收回给你的一切。哪位？如果是推销理财的就挂了吧。我这种身价的时间你耽误不起。苏经理，听说旗舰店一包番茄酱要卖10块钱，这种溢价，你觉得消费者会买账吗？又是哪个穷鬼投诉到我这儿来了？买账不买账可以滚！一包酱成本3毛，我卖10块，那是3000%的利润。3000%？你的眼里只有利润，没有品牌信誉吗？信誉那是给蠢人看的，我这是在帮集团做筛选，剔除那些低端人群，愿意掏出10块钱买酱的人才是我们的优质客户。至于那些吃不起酱的底层屌丝，他们根本不配享受我的服务，多看一眼都是浪费空气。所以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管理艺术。没错，这就是我带出的全集团业绩第一。等我进了总部，全公司的店都得按我的规矩来。恐怕你等不到那天了。好大的口气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管得着我吗？最后一次，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孩子太皮了。没事，一个杯子而已。哟，又是你啊！摔了杯子得赔。多少钱50。一个杯子50？这是旗舰店特供杯，进口材质，环保可降解，成本高着呢。那个是我孩子撞的，应该我赔。谁手里碎的，谁赔。规矩，穷鬼就别来这种地方。哼，拉低我们高端路线的层次。谢谢啊，欢迎下次再来，当然最好别来。苏曼，你还记得你刚当店长的时候怎么跟员工说的吗？你谁啊？查户口的。3年前我在面试室里问你，如果业绩压力和底线冲突了，你怎么选？你说我选底线。今天我给了你3次机会，3次你选了3次钱。数字我可以学，但做人的底线我不想丢。你上次给的番茄酱，谢谢。不客气。那个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好好干。你看看你啊，什么都干不好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起推行精准降北策略，凡是穿着运动鞋、廉价快时尚进店的顾客，一律不准主动提供纸巾和饮用水。经理，这不符合公司的服务手册。手册是死的，利润是活的。那些穿运动鞋的底层人吃完就走，根本没油水可捞，给他们纸巾就是浪费公司的成本，这太离谱了。抱歉，纸巾刚领完。想用钱纸巾可以，2块钱一张。反正你们这种人平时也随便惯了。你们这种店，我还不稀罕了。这一下午省出的物料费，又够我买一支口红了。精准降本，你减掉的是品牌最后的一点良心。准备收网，通知所有媒体和法务，明天下午我要在旗舰店现场开降本增效研讨会。这件礼服真能衬托出我的高贵，只有这种档次才配出现在明晚的行业盛典上。苏小姐真有眼光，最适合结识像周总那样的大人物。结识？我是要去征服。等我拿下了那帮大老板，区区一个旗舰店算什么？我要让整个行业都知道我苏曼的名字。各位，等我明天盛典归来，进入总部的事儿就板上钉钉了。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建议总部裁掉那些只会拉低品牌形象的低端分店，
苏经理，那些郊区店虽然业绩一般，但服务的人群广啊。服务那群泥腿子有什么用 ？KG 要的是格调。那些穷酸门店就像寄生虫，早该清理了。哼！裁掉低端分店，你口中的寄生虫，是撑起这个品牌根基的普通劳动者。苏曼，你以为盛典是你的成名礼，却不知那是为你准备的谢幕式。既然你这么爱演名媛，那我就陪你演完最后一出戏。站住！你在干什么？擦桌子。擦一张桌子用2块抹布，第一块是湿的，擦完有水渍，所以又用干的。你是觉得店里的抹布不要钱是吧？1块抹布进货价3块5，洗一次耗水耗电，烘干又要电费。你一张桌子用2块，一天要擦多少张桌子？你算过这笔账吗？我就是想把桌子擦干净。擦干净？用1块抹布擦不干净，是你技术不行。技术不行就别干这个活。苏经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。都看好了，这就是浪费店里的下场。你被开除了，现在去人事办手续。就因为1块抹布？因为你的态度，你这种没规矩、不听话还敢顶嘴的员工，我这店里不需要。快点，别耽误别人干活。3年前，你被欺负的时候，我拉了你一把。今天，你变成了欺负别人的人，而且是欺负一个和你当年一模一样的人。他开除林初安的那一刻，也开除掉了我最后一点心软。那盛典上的计划照常，要加码。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，KG 不需要这样的员工。降级、撤职，还要追回所有奖金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只要我求求他，只要他能见我一面。周总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为您做牛做马都行，别让我去扫厕所。苏曼，机会我给过你，在店里，在电话里，你却告诉我，底层人不配享受服务。什么机会？姓周的，你装什么清高？你这就是故意设坑害我！你这种伪善的资本家，我诅咒你不得好死！你以为你搞砸的只是一份工作？你搞砸的是整个人生。周总，法务部已经起诉了，按流程办。有些人不跌进泥潭，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做人的底线。当初我能把你从泥潭里拉出来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现在我送你回去。只要今晚能搭上集团背后的周董，我不仅能官复原职，还能直接跃升阶级。好的，周董那边我会安排。王秘书，您看我这身礼服还合适吗？周董他老人家什么时候到？下面有请 K 建集团董事长周景言先生致辞。那个穷马男，他是董事长。在这个行业，有人想用10块钱的番茄酱筑起高墙，有人想用差别对待来划分阶级。只有在彻底失去权利的那一刻，才会想起怎么道歉。苏曼，你的梦该醒了。吃不起就蘸口水，那个免费。这就是苏经理所谓的管理艺术，这就是他为公司带来的利润。关掉他！快关掉他！在 KG，
不仅番茄酱是免费，尊严更是无价的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周总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你啊！王太太，刘夫人，别踢我，我还能回去的。周总，苏曼所有名下的不当获利已冻结，行业黑名单也已同步。他这种人，不值得再浪费时间。林初安那边安排好了吗？已经任命他为新任旗舰店县西经理。根要是烂了，再亮的招牌也会塌。这包10块钱的番茄酱，你终究是赔不起了。赵总，我是小苏啊。当年您说我是奇才，您能不能跟周总说句好话？你还有脸打给我？周总放话了，谁帮你就是跟他过不去，此生不复相见。小苏，提醒你一句，周总那句话已经传遍了，没人会为了一个弃子去得罪 K 记。一句话，仅仅用了一句话。这家店服务真好，番茄酱给的真足。听说了吗？那个黑心经理苏曼被封杀了，真大快人心。贵人，我最大的贵人明明就是周谨言，是我自己亲手推开了他。苏曼，你还没把克扣我们的钱交出来，滚开！那是我凭本事拿的奖金，你们这群底层垃圾也配跟我谈钱？苏曼，你涉嫌职务侵占和非法克扣，集团已经报警，这些钱一分都不少的要发还给员工。这5000块餐补终于拿回来了。苏曼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们不配，但现在是你的降本增效让你输得一干二净。你们这群白眼狼，没有我，你们连在这擦桌子的机会都没有！滚出去！这里不欢迎你！这不是那个10块钱番茄酱的经理吗？真威风啊！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你最看不起的，正是推翻你的。从今天起 ，KG 不再有阶级，只有服务。周总，我还能改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苏小姐，礼服多处破缓，包也有磨损，按合同，租金不退，您还需补交3万元违约金。3万！我所有的卡都被冻结了，我没钱。没钱？那这些东西我们只能先行扣留，直到您赔偿为止。你欠了3个月房租，还想赖着？赶紧拿着你的垃圾滚出我的高档公寓！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以前是 K 座的经理，我有的是钱。谁不知道你被全行业封杀了？现在的你，连这儿的厕所都租不起。3年前我也是这样被赶出来的，可那时候我有希望，现在我只有绝望。真正的成功不是踩在别人头上，而是能拉住多少双向你求助的手。原来，这才是我的阶级。苏曼，这场名媛梦终于彻底醒了。你好，我在门口看到招聘启事。有简历吗？有的。苏曼，你是那个 K 建的苏曼？是的，但我有5年餐饮管理经验，旗舰店业绩全集团第1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经理招满了。门口不是刚贴的？苏女士，我直说了吧，
你这个名字在我们这行已经臭了，谁用你，谁就是跟自己过不去。我只是想找份工作。你去别家看看吧。就是那个打员工的。嘘，别说了。这家不行，换一家。你好，我看你们招店员。对，招啊。有经验吗？我在 K 金做过5年，旗舰店店长。你就是那个因为番茄酱上新闻的？那件事有误会。妹子，我不关心有没有误会，我就一个小店儿，请不起你这种大人物。再说了，我这儿来的都是穿运动鞋的学生，你要是看不上他们，我可伺候不起。我不会。唉，算了吧，你走吧，别让我为难。洗碗工，我以前管着100多号人，现在要去洗碗。周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来吃薯条，不行吗？当然行，您坐，我给您点。不用特殊照顾，我自己点。这是谁的主意？我的，周总，您不会扣我工资吧？不扣，不扣。番茄酱本来就不该收费。周总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。问。您当初被我偷偷塞了1包酱的时候，心里是什么感觉？觉得这姑娘傻，为了一个陌生人得罪自己经理。我就是觉得不公平，1包酱而已，凭什么收10块钱？周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路过。刚才您是从店里出来的？嗯。那里以前是我的店。以前是。您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不是忘了，你是把底线卖给了虚荣心。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苏曼，我不会因为你吃泡面就同情你，也不会因为你落魄就踩你。你走到今天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以后的路也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好自为之，我不会再回头了。周谨言，你真的走了吗？周总，这是我写的道歉信。以前的事是我做错了，番茄酱克扣员工，开除林初安都是我的错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保证不再乱收费，不再克扣员工。苏曼，你觉得你说这些有用吗？我走投无路了。你来求我，不是因为知错，是因为你走投无路。你知道错的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你知道错是因为你被封杀了，不是因为你觉得宰割顾客是错的。我改了不行吗？我重新做人不行吗？重新做人我为你高兴，但当经理不行。不是我不给你机会，是那个位置已经不空着了。周总，您今天又来吃薯条？对，还坐老位置。薯条1份，可乐1杯，番茄酱多放2包。你现在倒是大方。番茄酱本来就该免费，您交的。他是经理了，他占了我的位置。他穿着我的制服，站在我的店里，和我的老板说话。我当时怎么下得去手？我怎么就打了他？你真的是活该。小姐，这些全是高仿的镀金货，也就这颗碎钻值个200块。不可能，这包那项链……以前是以前，200块爱卖不卖。这200块竟然成了我最后的命钱。 3年前，
我发誓再也不回这个穷地方。可现在，这里居然是我唯一的去处。苏曼，你折腾了一圈，到底得到了什么？当你丢掉尊严去换取虚荣，最终，虚荣会把你丢在最寒冷的荒野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是曼曼吗？写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曼曼，以后打算怎么办？你有本钱吗？我想做点小生意，炸串。这是1万块，妈攒的。妈，别哭啼啼的，你过得好就行。等我有本钱了，一定杀回去。新来的，卖什么？炸串儿，以前管100多号人，现在我摆地摊儿。苏曼，你真有出息。这个多少钱？素的2块，荤的3块。老板，有点咸，我下回少放点盐。老板，你这油干净吗？当然干净，今天新换的。这锅油已经炸了1下午了，明天还能用吗？刘叔，这什么肉？槽头肉，便宜，3块1斤。槽头肉不是不能吃吗？淋巴多。谁说的？洗干净一样吃。那些做包子的都用这个，没人吃出来。你要是嫌贵，还有更便宜的。地沟油要不要？2块钱1斤。地沟油？哈哈，跟你说着玩的，我这儿可没有。镇上炸麻花的用的就是，人家生意好着呢。再炸1天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先用好的，等生意稳定了再用便宜的，没人吃得出来。你知道错的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你管他怎么说的！现在在小镇上没人查你，没人管你。反正炸熟了也吃不出来。姑娘，你这豆腐味道不对。大爷，调料没拌匀吧？我给您重炸1串。不用了，你这不是调料的事儿，是油不对。我年轻的时候在油房干过，你这油有股馊味儿，是不是反复用的？没有，每天换新油。做人要实在。曼曼啊，不是大妈多嘴，你这炸串的味道跟上周比差远了，肉怎么吃着一股怪味儿？大妈，现在的肉价涨成什么样了？能有这个味儿就不错了。唉，咱乡下人虽然图便宜，但也是吃得出好坏的。你这油是不是该换换了？哼，换油不要钱啊！换好油，这群乡巴佬懂什么高端口感？只要这料粉重一点，坏肉也能变成香肉。省下来的这些油钱，够我买几张回城的长途车票了。降本增效，在哪儿都适用。这帮穷酸邻居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挑肥拣瘦。周总，我们在青石镇的下沉试点反馈不错，但有个别小商户为了利润搞坏了名声，导致当地人对炸制品有些抵触。看来到哪儿都少不了黑心商贩呢。苏老板，这货2块钱1斤，炸开了谁也瞧不出来。2块钱，这成本比之前降了整整6倍。乡下消费水平低，吃不出毛病。
谨言以前谈品质适配，我现在也学会了，给这群泥腿子吃好肉才是浪费。这肉配他们刚刚好。苏老板，这肉怎么嚼着有点硬疙瘩？那是肉筋，我这可是专门挑的劲道好肉，别家想买都买不着。这种赚钱的速度才是我该有的节奏，管它是什么肉，能换成钱就是好肉。挡着路了，去那边咳。这油才用了1周，滤一滤还能接着炸。现在的人就是矫情，黑点怎么了？管他们吃完拉不拉肚子，挣够路费我就走。苏老板，这炸串颜色怎么不对劲儿？一股苦味。那是火大才香，嫌黑你别吃。曼曼，你这锅里是油吗？怎么跟墨汁一样黑？我这叫秘制陈油，嫌脏回家吃你的水煮菜去。周总，这是青石镇那边传回来的，他不仅换了肉，那锅油已经反复使用了整整7天。7天，这已经不是在做生意，是在谋财害命。通知当地食安部门，把所有的证据移交过去。苏曼，你在小镇糟蹋良心，你对弱者的傲慢，终究会变成锁住你自己的枷锁。没错，就是这个表情，这就是我苏曼翻身的资本。李大哥，今天又给孩子买2串啊！我这肉可是特意留给您的，管够。真是个傻子，淋巴肉加老黑油。哼！大家别急，好东西多的是，一个一个来。周谨言总说要敬畏消费者，简直是笑话。瞧瞧这群乡巴佬，只要给点甜头，都会对我感恩戴德。镇上的聪明人果然只有我一个。等我攒够了钱回城里，这破地方我连头都不会回。老板，你这肉的味道不对，明显是变质的淋巴肉，还有这油，酸价绝对超标了。大学生回来了不起啊，读了几天书就来教我做生意。这不是做生意，是基本的食品安全。这种东西人吃了会出大问题的。出什么问题？我看是你这穷鬼想吃白食，故意来找茬吧。大家快瞧瞧，这就是咱们镇出的大学生，在城里混不下去了，回来欺负小本生意。我是在讲事实，你这肉可能有毒。什么毒不毒的？乡下人吃了这么多年都没事，就你金贵，穿个盗版运动鞋还学人家城里人讲究品质。你这种穷鬼，活该一辈子没出息。读了大学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跟我一样待在破地方。跟我谈食品安全，他也配？这种掏不出几块钱的穷酸学生，懂什么是适配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穷鬼才会计较，只有像我这样的聪明人，才能掌握财富密码。救不是人了，要别好，有个人周总，那边好像吵起来了。那个就是苏曼的摊子。那个年轻人是谁？阿强，返乡大学生，学食品安全的，就是他举报的苏曼。下去看看。你一个穷学生，有什么资格管我的事儿？你爸妈供你上大学，就是让你回来跟摆摊的过不去。我上大学，是让我回来为村里做事的，不是让我看着乡亲们吃烂肉臭油装瞎子的。你闻到没有？闻到了。这油不对，不是不对，是很不对。你看看这个颜色，这油用了至少1周以上了。他以前在 KG 能从3毛钱的番茄酱里抠出10块钱，现在能从1锅油里抠出多少？1桶油40块，1天成本不到6块，正常1天得10到15块。取样。周总，这里不是 KG 管辖范围，我们没执法权。我们不以 KG 的名义，以消费者的名义匿名肃检。我安排人办。
你说我这肉不卫生，证据呢？我看就是读书读傻了，跑这儿来消遣老娘。报告还没出，但这种臭味全镇都闻得到，你这是在败坏大家的名声。呸！名声？名声能换肉还是能换房？我苏曼在城里混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呢！周总，看样子他在这里也没安分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他依然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该被他踩在脚下。走吧，这种人不值得我们浪费1分钟。周总，下乡扶贫项目的选址，我们要避开这种风气败坏的摊位。不，我们要扶持的正是像那个学生一样敢于说真话的人。刚才路过了那家摊位，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很奇怪的味道？闻到了，很冲，像是添加剂和变质肉混合的味道。为了利润不择手段，老人小孩极可能受害。帅哥，来2串，保证回味无穷。又赚人，城里来的就是打。慢走啊，帅哥，觉得好下次再来。通知项目质检组，立刻进行初步检测。如果是坏肉，直接作为食安扶贫典型报上去。苏曼，我曾经教过你什么叫品质。既然你把教诲当垃圾，我就让你见识垃圾会有什么下场。周总，这是今天抽检的结果。食用油反复加热会产生油脂物，他这油保守估计用了1周以上。槽头肉是明令禁止的食品原料。这些数据够什么？行政拘留、罚款、没收工具，情节严重，可能涉及刑事犯罪。那就按法律办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依法处理。李科长，能给我一份复印件吗？当然。周总，直接回城里，还是？你说他怎么就改不了呢？在 KG， 他克扣福利觉得自己聪明，在镇上用烂肉臭油还觉得聪明。他好像永远觉得只要别人吃不出来，没人发现，就不是错。有些人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不是撞了南墙不回头，是他撞的墙，从来不是自己的墙。去烧烤摊，我以为让他被封杀他就能想明白，结果在他眼里，他错的只是被人发现了。这谁呀？看着不像本地人。刚才他助理叫他周总。苏曼，好久不见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检测报告，3天前取了样，地沟油阳性，酸价超标12倍，槽头肉含有大量淋巴结，长期食用会导致中毒。地沟油，黑心，这是要人命啊！我女儿昨天吃了，晚上就拉肚子啊！你们干什么？这报告是假的，他在陷害我！我孙子才5岁啊，吃了你的春发烧3天，你这个畜生！我知道错了，你们让我把东西拿走。苏老板，你现在不是拿走东西的问题，这些东西是证物。证物？局里说了，工具和原料都要暂扣，你不能拿走。你个黑心贩子！人的东西拿了它！这些东西是我花2000多块买的。他还想跑，跑了谁赔钱？报警！赶紧报警！
行了，别打了。我没钱，我真的没有钱了。你没钱关我孙子什么事儿？我孙女烧的怕伤着脑子，这钱怎么算？吴成立，我给你们干活行不行？洗衣服、做饭、种地，什么都行。求求你们让我走。草莓奶盖，少糖，多加1份珍珠。谢谢。去哪里了？回不去了。苏曼，根据检测报告，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。我只是做小生意，城里都在用。这不是罚款能解决的，这是刑事立案。苏曼，你真是丧良心！你这心怎么比那锅黑油还脏？你们这群穷鬼懂什么？我想活下去有什么错？我只想回城里。想回城就拿大家的命当垫脚石，你这种人在哪儿都是祸害。苏曼，交代一下劣质原料来源。我以为有钱就能买到地位，最后适配的竟然是这几平米的铁窗。周谨言说的对，我丢掉了底线，也就丢掉了自由。这包10块钱的番茄酱，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周总，走吧，没什么好看的。1个多月，把剩下的人生毁了。他是毁在自己的贪心上。你说他有没有觉得自己错了？被惩罚的时候，他可能觉得错了，但那不是认错，是怕疼。去派出所。你要去看他？路过，看一眼。周谨言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看我被关在这里，穿得像叫花子，你满意了吗？你说话呀！你觉得我活该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我是自找的？苏曼，你走到今天，不是我害的。我知道，是我卖的番茄酱，是我打的人，是我用低压膏油。可是你能不能……苏曼，我不是来看笑话的。你我之间恩断义绝。阿言，不要走。涉案金额并不巨大，可为什么我觉得赔掉了整个人生？这包番茄酱成本3毛，你是在割我的肉！你这种穷码农一辈子理解不了阶级管理。这肉才4块钱1斤，炸开了谁也吃不出来。3毛钱的番茄酱我嫌贵，4块钱的毒肉我觉得美。3毛钱，4块钱，全是我停不下的贪念啊！苏曼，时间到了，回房。这包10块钱的番茄酱，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了。
3907号，手脚麻利点。是，马上就快了。这双手曾经是用来拎香奈儿的，是用来签字裁员，指着林初寒骂穷鬼的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种皮质，只有我这双手才配摸。周谨言，你赢了。你让我明白，当我把人分等级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不配再做人了。刚才那双翻捡烂肉的手，大家看清楚了吗？今天我不讲数据，不讲业绩，这些东西工作报告里都有。今天我想讲一个人。苏曼曾经坐在这里，和你们一样，他认为只要结果是赢，过程可以不择手段。他把番茄酱看作筹码，把淋巴肉看作下沉市场的适配。在商言商，利字当头，这没错。但如果是靠牺牲健康、践踏信任换来的，那不是利润，那是债。召集大家，不是为了看落魄者的笑话。任何商业帝国，都崩塌于被舍弃的一丁点良知。苏曼付出了代价，他适配的是铁窗。你们的人生，取决于每一次3毛钱的选择。除了苏曼，我还想讲另一个人。1年前，他因为多给了一包番茄酱，被当众打了一巴掌，然后开除了。那个女孩林初安，现在是旗舰店经理。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取消所有乱收费，第二件事把被克扣的福利补回来，第三件事番茄酱重新免费。什么是初心？这就是初心。不管是3毛钱的酱，还是100块的套餐，心正了，事儿才能正。苏曼的变，不是1天2天的事儿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从今天起，每月必须组织敬事教育。新员工入职第一课，学底线。林初安，你最有资格说区别。苏经理在位，员工怕他，我在这儿，员工服我，怕贺服不一样。KG 的业绩不靠压榨员工和宰客顾客，不允许任何人拿它当敛财工具。记住了，莫以利小而丧良。